恐怖卧房，烂桃花一手造成。那个墙出了名就是房间乱，大乱到一个不像话。房间都是那种脚臭味，你知道吗？然后它窗户都是关着的，密不透风，这样不生病才怪。我真心拜托那些收纳达人，给他讲一些小技巧，跟他说什么该丢，什么不该丢，或者全部丢一丢。看一下，你不要后悔哦。很幽默，类似游民这个大游民吧，游民识人不清，感情问题比较多一点。今年遇到恐怖情人，他就是会这种掐我脖子、勒我，然后把我整个那边都勒到就是整个指甲印。我到北京工作的时候，他躲在我房间的衣柜躲3天，要来杀我。这好可怕！真的假的？真的。居家风水的格局跟摆设问题，容易引来小人。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人际关系跟事业发展都会严重影响。今天就来告诉大家，犯小人风水该怎么解决。做一刀被人家背后捅一刀，记得搞我，结果出来访问两性平权的东西，爆出来的时候看哇，他写的乱七八糟。他说我有40个床伴，里面是火冒三丈，你被别人欺负，你一直不讲话，人家觉得你好气，架了一个摄影机来骂他们，我就把恶心话全部讲出来，解封了，就告我，来，赶快告我，看你告我什么东西，是我先告你告我，不然也没有啊。其实风水煞气都是自己造成的，养成良好生活习惯就能化解。今天委托人家可说是风水问题重症患者，让风水团队劳师动众，究竟能不能让他的运势由谷底翻红呢？哇，不得了哎！这一区可以说是那个台北市啊蛋黄中的蛋黄，对呀，黄金地段了，对不对？对呀，因为今天我们的受访者真的很厉害啊，他是可以说是从黑社会美眉出道，对，然后呢，就是行事作风非常的大胆，对，然后就是大家都觉得说哇，这他好像很活泼耶。这个我有稍微做了一下功课，因为我本身有 follow 他的 IG， 有 follow 他的粉丝团，他就是一个想讲什么就讲什么的人，非常好。然后这个地方我跟你讲，这里怎么样？是这里吗？如果有 follow 他的，对，如果有 follow 他的人应该知道，这里是一个打卡景点。哦，真的吗？我在打卡景点，他在这里录过影片，对，真的啊，是什么样内容？因为他家的狗狗被邻居欺负，然后他很气，然后他抓了他的狗狗在这边录，然后泼妇骂街，好，那我们就拍一张就来一杯起，但我是觉得啦，就是因为行事作风比较大胆，其实有时候不小心会有一些口舌是非说。今天我们也是受到他的好朋友的委托，就说他实在跨美楼梯，他的房间仅这样欧暗饼，就是乱七八糟，好像也不见不得光。真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我之前看了他的影片啊，他就是会自拍，然后开始骂人的影片，对，后面就不知道那个很可怕的房间，就是阴暗，对不对？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拯救他的风水，然后也帮他打扫一下，然后让他呢就是远离这些口舌是非，是，对不对？这样不是很好吗？幸运更顺。今天也可能好心没好报，被骂出来也不一定。大家要有可能，我觉得你有可能，你好好说话。那个帮我准备安全帽好不好？跟钢盔可以吗？哈。那针对这个环境大安区有没有？不啰嗦，你看看这里，大厦林立，对，豪宅林立，大。暗藏一个人，在这边附近的生肖，以生肖姓名学来看的话，属老鼠的、属老虎的、属蛇的，稍微要低调一点。哦，其他的动物都适合这个大。哦，真的。另外有个人嘛，安代宝盖又有个女，其实这个名称取得好，这里气场就很好，里面环境就不知道了哦。今天委托人抢翔，敢说敢做的个性，加上犀利的言辞，屡屡成为媒体焦点。今天风水团队受抢强的友人所托，据说卧房状况惨不忍睹，严重影响感情、工作甚至健康。面对这艰难的挑战，风水团队能不能替他扭转运势呢？那个墙出了名就是房间乱，大乱到一个不像话。可怕的那个垃圾的床上，衣服啊挖沟的，上面都没洗，这样很恶心。怎么会有人把那个外出的鞋子，什么高跟鞋啊、马靴啊、什么小凉鞋啊，或者是一些拖鞋啊，什么全部都放在房间里面？房间都是那种脚臭味，你知道吗？然后它窗户都是关着的，密不透风，这样不生病才怪。
他的房间非常可怕，难怪他跟他爸一天到晚在吵架，他们2个父女感情没有好的一天。我真心拜托那些收纳达人给他讲一些小技巧，跟他说什么该丢，什么不该丢，或者全部丢一丢，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我就不知道你们为什么来我这里找我，是看起来很有问题还是怎么样？你不觉得有问题吗？我们是慕名而来的，哦，你们是慕这个百大叫骂艺人，你排行前3名。谢谢你示范，谢谢。你怎么没入选呢？我差一点了，我是今年度的。从小到大坐在这里，你觉得运势 OK 吗？我觉得都还不错啊，我觉得都状况其实都不错啦。我也不对，我就有什么问题？自我感觉非常良好啊。其实我这个人就不知道啊，还是别人都害怕。我也是，我也不知道大家在怕什么。是你太大啦，你不觉得有问题？可是大家都觉得可能问题很大。所以你们是因为是有人觉得很多人觉得我有问题，叫你们过来帮助。有多少人投诉啊？真的假的？匿名投诉啊？你的房间跟他很乱呢。就说要长那么漂亮、好好的一个女孩子。没有，我房间其实现在我觉得状况还不错，现在状况真的还不错。那你觉得他是不是他从他家门口就看出有一些征兆？口舌是非太多了，真的。你看1个门、2个门、3个门、4个门，光去他们家就有5个门了，你看到没有？因为我们家后面还有2个车，在后面还有车库，在后面还有一个车库。对，口多嘛，多口嘛，代表口舌是非会多一点。哦，是指我跟家人，还是指我跟外面的人？住在里面的人。我们家里面的成员就是有我爸，还有我的妈妈，还有我自己，还有妹妹。那我妹妹消失很久了，去国外消失。对，她去国外工作，然后还有我们家的佣人这样子。所以照理说，我们家现在只有4个人加我。家4口加你们家的狗狗。对，我们家狗还2只很可爱的柴犬，就是在那边被人家揍的。对，选一个门走吗？还是怎么？选正门好不好？选正门好不好？正门的话是站在大门口。可是正门是这个耶，这是侧门耶。对，正门。所以到底是哪？正门是这一个，可是这个门没有开，我要去里面打开了。去里面，等我从这边进去把门打开。我排你出牌啊！他从那边进去回风煞。回风煞哦。这个回风煞，回风煞会怎样？财去人不留。他再不要讲，他听好听了。让他被打了，其实他听到了，要帮我们当。这样什么？我这样什么？他说什么？刚刚讲你坏话。没有。假的。我会是这种人吗？你的门也太低了吧？为什么？对啊。这门。他这上面还有贴一个小心头，就防止人家撞到的。小心头。对啊，小心头上面有。门要做那么小，这是他这以前就是以前爸爸150公分跟我一样。180。哇塞，这个门叫谦卑门呐，每天出门的自我觉醒。没有，因为我们口舌那个门谦卑这样子 OK 哈。但是晚上是我自己要去偷去夜店的时候，我就拴这个门出来。对，拴这个门。你也不要偷溜到夜店，这里改成夜店好了，地点不错。不要吓谁啊！对啊，好，那就是我们的正门。看一下这个门要怎么样改。这个门除了直接对到门以外，进去又看到很多个门，这个门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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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就俗称的口舌是非的门对门。除此之外，以后用这个门尽量不要用反光的肛门。什么是肛门啊？什么肛门？你好好讲话。做反光的肛门。不锈钢的门，少说2个字。所以尽量用不反光的深的颜色，会好一点。不可能，因为我跟你讲，我们家这里面做，你看整户大家有花园什么的，我们这边我们看起来最破旧，因为我爸说嘛，他很节俭，对，他死不装潢，就是要做这种是70几年都没改过斑驳什么东西的。那邻居不会觉得说，哎呀。像我们大家都弄漂漂亮亮，他不管，因为他说这边我们这边住在这已经够嚣张了。他这边的主委前公司就停，你这边全都停满了我们家的车，到这都停满的是我们家公司，停到那都是我们家公司，他没有人。所以大家邻居有点敢怒不敢言，是不是？因为毕竟我是神经病啊。那表示你们家人应该很团结，才对啊！就大家在家里面就是其实口径一次向外啊。其实我家里面是我爸爸对我就是军事教育，从小到大就打。其实是我基本上我都是对我就是有说多坏话说多坏话，就是很凶。所以其实你会怕爸爸，我很怕他，但他觉得他比较怕我，但我很怕他。到底是谁怕谁？那都是跟爸爸的关系，那平常跟你妹妹？那没关系哦，形同陌路，生活圈不一样，所以很难有那个交流。他好像在上海吧，他知道怎么说，他不知道是不是？我跟他没有任何的那个联络，他都跟家里面的联系。所以他们感觉家人好像相处起来也不是很愉快，也不是不愉快，就是已经没在联络，一直对，就是我们家里面的人生活在一起，就觉得说不需要那么 gay 白，就是大家看到面得到谁的话就开骂，就是这样子。所以开骂是他们彼此对大家关心的方式。
应该是这样子，就是看哪个比较凶，总是门对门就是口舌是非嘛。第一个不要有反光，反光会让这个状况会更加剧烈。那在第二道门的上面放个九宫八卦，或者是我们说的这个山海镇，都能化解这个事情。你说在上面挂挂镜那边哦？对，挂镜上。怎么说？你的表情有点吓。这应该我们家没有相信，因为我爸爸是比较不迷信的那种人，他觉得他今天可以做到那么大，事业做那么成功，这是他什么神都不拜，什么都不信。当然，后天努力固然重要，但是风水经过前人的印证，重要性也不可忽视。出现门对门的问题，容易导致口舌是非多，可以在门上挂九宫八卦镜或山海镇化解。另外，多门进出形成回风煞，导致口舌是非多，建议尽量选择单一门进出即可化解。老师，我觉得住1楼最好的就是有这个明堂啊，然后又可以对不对？停车，放鞋子。今天遇到了铁齿小美女哦，我就讲慢一点。好。那这里要是没有摄影师打灯光的话，我们平时可能看不到对方。这里是1楼，它这里连那个是我们家是第5空间，因为它连搜讯都很弱。第5空间，连那个搜讯网络都想到重点，我刚不愿意讲的事情。他们家刚搬来的时候啊，算是一枝独秀。后来周遭大厦林立，他们可能陷入矮人一等。前阳台代表我们门前的前途，所以我会良心的建议，采光有，但还有加强的，再亮一点。所以希望你把这个上面的，你们通过采光照。可是有灯啊，这有灯可以打开的。刚刚说爸爸很节俭，很节俭，不可能开嘛，晚上偶尔开一下。所以白天也要开吗？如果光源不够的话，对不对？那当然要开啊。像现在灯关掉，拍呀。还看得见啊，很漂亮啊，真的很暗。暗呢，我觉得蛮美的。1楼的骑楼的感觉，你会觉得这样子所以这个是影响你的事业，也容易出外，遇人不淑，是非多，被人怎样？指指点点。真的有吗？真的有吗？之前是有前3年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记者搞我，对，她是个女生，她跟我就是请我出来访问，她访问我就是大麻合法化跟女性自强的东西，两性平权的东西，我就给她访之后，她访了我2天，也都录影可是我们要录影，她叫我们不准录，然后呢访了之后，然后他跟我说，之后写出来的东西都是不会去乱写的。我说 OK， 然后之后我爆出来的时候，我看哇，他写的东西乱七八糟。他说我有40个床伴啊，然后写我的性爱吸毒史啊，就给我乱写一通，就把我我把你当成记者，把你当成好朋友，跟你开玩笑，把全部当真写进去。那我讲到一些正经，全部一字都不写。所以他就专挑负面的乱写。对，然后之后打电话给他妈，不给我任何回应，也不给我任何的解释。我就说你要这样搞我没有关系。那时候我心里面是火冒三丈。可是刚好我开始在玩影片了，所以晚上就拍一个那个假的一个摄影机来骂他们，我就把恶行全部讲出来。后来看到这样我的影片在记者疯了，要告我，说来你赶快告我，看你怎么告我什么东西，是我先告你告我，后来也没有啊。是有时候人就是这样，如果你被别人欺负，你一直不讲话，人家觉得你好欺负。但这件事情之后，你就觉得我欺负我返回去的时候，他反而就可以做我自己，开心。这件事情我不予置评，我不敢有时候看哈。但是你遇到妖魔鬼怪的时候，你有时候要呈现怒目金刚去面对，才能够把他们痛克，把他们击退。好，所以老师你的重点就是说，我们的前明堂一定要明亮一点，就尽量把灯打开。如果希望前面光明，而不是妖魔鬼怪的话，你除了口舌是非之外，你少碰政治。讲自己的，你要我讲自己的事情啊？怎么？重点是给他犯小人啊！你看有没有？有是不是？怎样？哪里？我知道，我看什么？你看我看不懂，女性可能看不太懂哦。我是已经有看到对不对？你看看到1个，我没有看到2个，是不是？你看。客厅出现小人恶煞，口舌是非如何避免？家中没有半个财位，险招诈骗上千万。穿堂风，钱财一路空，都是就是好像一个钱袋破了好几个洞的意思。对，诈骗集团不是吗？他们是那种比较专业的那种诈骗集团，律师事务所里面都有假的人，然后所以一起的一条龙去把你的房子去过户之后，把你的房子拿去第2台、第3台、第4台带出来，再把房子还给你，然后钱拿走，然后连这件事情没有办法拦截下来，请议员在那个市议会里面就是跟柯文哲说，因为我后来说找记者来，我全部找来，全都是娱乐版，他说我自己不是应该上社会版，怎么全都是有在兼搭娱乐一下，对，办正经事，好不好？
犯小人啊！你看有没有？有哎，是不是？怎样？哪里？我知道，怎么看什么？你看我女性可能看不太懂哦，我是已经有看到对不对？你看到一个，我没有看到两个，是不是？你看，这个座位应该是属于在风水是妈妈跟女性的座位，背后有门，背后有门，坐的心神不宁，后有刀，被人家背后捅一刀，那个痛我了解，你的痛我知道，在痛啊，就是被人家乱写乱讲，表示你被，可是我捅回去了呀，他就给你顶过去啊，他消失哎，气就消了。重点还有第二个，这个座位的背后，过去看，这个座位的背后，这座位背后，这风景很漂亮，拜托好不好？拜托好不好？这不知道，就是他们这什么城堡？就是买个图来装样子。后面有山有水是没有关系，对，但是后面有很多的屋脊还有桥，桥在风水头就是一把刀，也是蛇。是哦。屋脊屋檐也是有伤害，水不来，船开走，山不靠，这个图画。我讲太快了，好不好？良心建议。讲真的，你看那个水是往外流的，对呀，它这个真的是钱会往外流，进不来嘛，好不好哈？所以这个麻烦您，它不能当靠山，它只能当做远景，可以往前面放。它等于坐在这边，可以看到它无远佛界的前景跟远景。那后面要换改，那是把他们前面三幅把它放在后面。对，这一调是加分。而且反而放过去，水是往里面流。对呀，你小人犯得很重哦。真假的？还是你们都是做不知道而已？我们都是你的小人，都不知道，都犯得很重，而且不会啦，我们就是把画对调一下，然后那个椅子不要放那。椅子可以考虑说放这里会好很多，会好很多啊。他们后有靠，前有门，一片光明。犯小人呐，还修灵呐，力啊。好的。在这里的时候，我不免是想帮他找财位嘛，因为你应该虽然你不太缺钱，但是你应该想要赚更多。当然好，钱不嫌多的啊。那我帮你找一下财位，我这样一看，好像没有地方哎。是一直说财位要怎么找吗？对啊，财位怎么找啊？两个墙的交接处，没有门，没有通道，那个位置叫做财位。那我们这里看过去有没有哈？一个门、两个门、三个门、四个门、五个门，没有，这里找不到两面墙交接处，那表示没有财位，那是俗称的穿堂风，钱财一路空。空个屁！不能长空啊！对，已经都节省成这样了，还空个屁呀！这里原先这里如果没有门的话，对，还算是财位，可能开过去一点。假设，那么这里就形成一个两道墙。形成一个格局财，可是这里竟然是一个门，但是它这个厨房是厨房，气散财不聚。哇，那一边也没有，都是门，就是好像一个钱袋破了好几个洞的样子。是吗？那怎么办呢？没有关系，我们是创造财位，算是有点经验的，好不好？不要敲门打墙，不要大兴土木，是我最重视的。这个地方的柜子可以请系统公司。可以做长一点的，直接把它做成一个墙。对，那这边形成一个走道，宽的走道。那么这里就形成了 L 型，就形成两个墙。这边就是财位了。两个墙交接，双财位，客厅也有，这里也有，能够弥补赚100花100的危机。前阵子不是有新闻说你爸爸遇到诈骗集团不是吗？他们是那种比较专业的那种诈骗集团，就是专门对，我出来骂他们是已经诈骗他很多年，大概7、8年，他没有人办法解决他，他们 cos 踢到铁板，他不知道他的女儿是我。对，然后那个他们就是诈骗，都是跟他们诈骗那种完全没有贷款的房子。先跟你说我很喜欢的房子，你给200万定金，接下你的新房，然后拿你的权状、拿你的印件去，直接第2天3天马上去户政事务所偷偷过户。他们连里面代书跟户政里面的质证是都是假的，然后连政府的里面的那个户政事务所里面都有假的人，然后所以一起的一条龙去把你的房子去过户，过户之后拿你的房子拿去第2胎、第3胎、第4胎带出来，再把房子还给你，然后钱拿走。那这件事情最后呢？这件事情没有爸爸能接下来，虽然诈骗集团200万还被扣在我们家，然后爸爸就变成了一个大英雄。他去，因为我刚刚家里面还是有认识其他人立委什么的，就请他们直接在当时请了议员在那个市议会里面，就是你跟柯文哲说那件事要上新闻。所以我爸就说啊，找记者来，我全部找来，全都是娱乐版。他说我这里不是应该上社会版，怎么全都是在娱乐版？上社会版是不是？我说没有办法。然后因为这件爆出去，才社会版才过来关注，才来。
继续下去。娱乐版是有用啊，先大家娱乐一下，对，办正经事，好不好？对，这件事情的话就没事。但是你也知道，就是至少因为他有胆量，所以他愿意去挑战这一些真的是诈骗集团。但很多人实在是没有这些力量。是。那问题是，他总不能永远都要他跳出来啊，他也会造成他自己的一些损失。对。这个要怎么化解呢？基本上口舌是非嘛，我们去情除上，遮挡花斗笠。如果你把这个嘴巴遮起来的话，就会谨言慎行。那中间它每个房间都有个门帘，都在做一个自我提升，预防破财，包括担心会吵架、祸从口出，这个就已经做得非常的到位。而且我真的觉得他做得非常好，是有一个门还直接上铁门。哎呦，哇塞，真厉害！这是有多怕祸从口出？为什么家里会有铁门呢？这是合理的吗？这好像不是很合理，好奇怪哦！为什么要把自己关在里面？对，这个是你小时候不听话的紧闭室吗？不是，这是爸爸妈妈的房间。然后里面他们里面从以前70几年里面有中小企业，这边都是对员工的办公桌，所以他们这里面有放保险箱。那保险库也还在里面。对，就是这是多少？那我也不知道，防成这样。为什么不拆啊？不行，因为一直都这样，他们就是一直就是我这些都是没有装过，70几年到现在没什么都没动过。对啊，所以就不会想去刻意去做什么样的那个。我还以为是当铺的。4个房间，那你们家也才4个人，现在是怎么分配啊？这是爸爸妈妈住，然后是佣人房来着，然后我的房，然后妹妹的房。所以看房好了，最后再压缩看的精彩房。好，没问题。精彩房后面，然后是厕所。广告过后，千万锁定他的房间 ，OK。好，那我们看妹妹房间喽。想提升财运，先找到家中财位。若2片墙面交界处无门、无窗、无通道，就是你的隐藏版财位。若像强强家各个墙面都有门，可以用书柜或假墙设置在中间。如此一来，没有进门见多门的问题，又能创造双财位，提升财运哦。来，这是很大的挑战。妹妹房间，哎，你妈，你这什么？什么意思？哎呀，这怎么走啦？什么？这是什么？门前门后的走道宽度，我希望能保持110公分。我们看的争先恐后，这就过进不去嘛。我知道你平常会急着下班，你今天可不会这样子。想要下课了。也是。对啊。第一件重要事情要提醒一下，站在大门口，或之8、9。那这个门出来，这个距离有点像是我们说的门前的阻碍物，把它调过来，那么形成这个面朝外面，这里的宽度比较宽，就形成一个转环，也能要这样子哦。对，但是那个有形就灵的话，像慢蛇。你不要这样子啦！抱歉，像慢蛇就是蛇煞，很像啊。蛇煞会怎样？这出外遇坏人吗？对呀，我是做作，你不认识我了。为什么会长这样？你很幼稚呢。一定要保持，一定要保持。这个保持，这个尽量好不好？如果不得已的话。移走啦，这里都比较是吗？都比这就好。老师，你看这个门怎么打不开啊？那个道路如财路，这个门无法全开到90度的，都是财路不进。没有，它这个其实是我妹妹的房间，她也没有在住。没有在住。那这边变成一个仓库的概念。所以是你们把东西堆在她房间。对啊。最后这几个小问题跟你分享一下，近照窗。没有，这样关起来就没事了。把它拉起来，很好。OK 哈，然后呢，这个叫做，因为这里有窗子嘛，角向窗，没办法改，因为这里面门窗太多了，后有门，也是我们说的失眠啦，用脑过多了或不安全感。这个桌子坐这边，背有门，背有走道，有没有可能把这个桌子移过来放这里？可是放这里之后它太宽了。可能会超出门也不行，放这里的话，这边更窄也不行。那把那柜子拿走就好了。如果这个柜子能够拿去外面，放在我们刚才说的餐厅跟客厅中间那个道的话，我觉得在做一个美备的情况下，也是解除这里的阻碍，又增加那边多2个财位，一举数得。妹妹的学业跟事业，妹妹以前在学校就是她比较喜欢中性打扮，所以学校要规定她穿那种制服，她一直偏不穿裙子，所以一直被退学。因为不穿裙子而被退学。对，因为你要合，就大家都要合裙嘛，不行就制服嘛。虽然妹妹不常回来住，但是还是会受到房间摆设的风水问题影响，门口杂乱导致事业受阻。建议可以将书柜转向，挪出空间。另外，书桌背门背后无靠，容易没安全感，建议换位置。
接下来我们就要揭晓强强房间，这么多艺人朋友都争相控诉的可怕模样，到底会有多吓人？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老师现在小鹿乱撞。今年第一个通告就看女神的房间，是不是？是不是好开心啊？我开心，我是压抑我自己的喜悦。会露出一点微微的不正经的。有，你先去看，然后跟我们讲一下感觉。连猪哥脸都快出现了，生你哦！怎么样？怎么样？哇塞，你怎么？我觉得很漂亮，很漂亮，太漂亮了。怎样？不是你不喜欢还是怎么样？你自己看我大。你自己看就太夸张，那演哪一出？真的，我跟你讲，因为张老师他是比较洁癖的人，所以他非常过高，非常。你也是洁癖人吗？我不是洁癖人，但我是整齐人。那你要看一下，你不要后悔哦。这很骄傲，对不对？很幽默，真的很漂亮，很骄傲这样。怎么会这样子？我就很舒适啊！怎么爬出来？我之前看过你房间很整齐哦。我觉得你我要进去看。之前看过你房间很整齐，拍你家的时候。他房间也算 OK。对。是不是有点异味啊？对。是不是有点异味啊？意外还好。对啊。这个房间是维持这样多久时间了？维持这样多久？是一直来都差不多是这样子啊，都这样子。我觉得我过得蛮舒适的，因为我这个人其实这样子你可以过得很舒适。OK 啊。你怎么进得去？对，怎么进得去？而且还没有走进去啊，而且还没有跌倒。你现在就示范你的日常给我们看好吗？对，好，因为这看起来不像你平常到什么地方，就是我觉得哇，主外运势起伏不定，元凶即将现身。杂乱闺房暗无天日，煞气招来恐怖情人。不是，这太幽默了啦！怎么会有女生的房间会长成这个样子？太震撼了！套句我妈讲的话，就是“金家给我跪趴点”。这是人的房间吗？没有不好的风水，只有不打扫的阳宅。而且你刷子真的多到我会怕。对啊，我化妆品多到才夸张。因为我们去了庙里签了，对吧？我跟你讲，类似游民这个游民世人不清，感情问题比较多一点。今年遇到恐怖情人，他就是会那种掐我脖子、勒我，然后把我整个那边都勒到就是整个我指甲印。我到北京工作的时候，他躲在我房间的衣柜躲3天，要来杀我。这好可怕！真的假的？真的。示范你的日常给我们看好吗？带我们进去。因为这看起来不像你平常到什么地方，就是我觉得哇，这地上是怎么回事啦？你认真呢？第一眼看到强强房间的感想，我太震撼了！套句我妈讲的话，就是“金家给我跪趴点”。这是人的房间吗？我心里冒出一个 OS， 就是认真。怎么会有女生的房间会长成这个样子？没有丑女人，只有懒的女人；没有不好的风水，只有不打扫的阳宅。那我觉得她很漂亮，她建议她装扮自己的时候，有一点点时间整理自己的房间，运气会更好。不是，这太幽默了啦！这我平常就在这边休息。这我平常就在这边，可以躺在这边做很多事情。那我前面的桌子可以拿来吃饭啊什么的。那我可以问一下，你平常睡觉的时候，这些东西你这样怎么睡啦？放在旁边，就睡在这一堆上面。睡这条，这条是我睡的。这是你的棉被。这我的刷，这我好专业，你怎么可以？拜托，我专业那边很多，我整柜的，看一下，这是所有女生都梦想好吗？看一下，梦想没错啦，梦想。而且你刷子真的多到我会怕。对啊，我化妆品多到才夸张，我是可以媲美国外2、3桶哎。专业，这里这好像比我们去的庙里签了多。我跟你讲，我比这录影的摄影师、化妆师都还专业很多。你看我是真的，你看我整柜的那边都眼影盘。所以你是坐在床上化妆？对，对面那边化妆。你看这房间几个重要的问题啊，请说。重要的问题应该蛮多的吧？我讲重点好了哈。好。第一个，这个衣橱要有遮蔽，才不会有鬼衣飘。因为它那个有遮蔽物的话，我是把它拆下来，我把整个门给它拆下来，就淡掉。方便。因为那个什么，因为它那个我东西有时候多到凸出来，我整衣服们关不起来。啊，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处理，把整个拆下来丢掉，这样方便。第二个，这个镜子照到床，
照到床，有时候我这镜子很大气，很漂亮。你自己看看你这镜子，是不是长得帅多了？很亮啊！我跟你讲，这我花很多钱搞的。对啊，这个保留，这花很多钱。你看到自己帅就要留。我的意思是说，他没有错，位置有没有可能更好？我这个都有机会跟电视，将来有机会跟电视对调一下。那我坐在哪看？我真躺在这样看电视啊。因为你照到床，其实是会怎么样？对，我们人哦有三魂七魄，睡觉的时候有没有魂魄跟肉身？传说中可能会有脱离。其次就是我说的话，这个窗子有没有？窗为眼，遮眼蒙耳，视人不清，感情问题比较多一点，而且窗为眼，被遮眼蒙耳，比较没有远景，稍微要提醒你。那是我要把这窗户打开是吗？你把这个窗帘要拉开吗？你把这个桌子有没有移过去？一没有进到床，二窗前窗外一片宽敞。通明是对你加分到极致。其实这个游民类似游民的这个垃圾上，游民这个垃圾上可以稍微可以整理一下垃圾也是有煞的。不，在这里有。可是我跟你讲，不好意思，我这里看这边所谓的垃圾，通通都很贵重，都很美，你知道吗？我来这里，我这里衣服都是可以登台的，来你看一下，真的，他的衣服都很性感。对呀，来看，身材好，你都去哪里买的？来看一下我的这边打开，哇，好像是貂皮大衣，哦，自己看一下，是不是？我把你披上去很棒。给我！我们现在好莱坞巨星的感觉。来 ，Hello， 走。我跟你是不是？给你搞一个，我跟你搞，我给你搞一个贵妇风啊！我给你搞一个贵妇风啊！给你搞一个贵妇风，哎呀！我给你搞一个啊！你这个皮草玫瑰猎人，这房间很好啊，什么酱来？这个很棒哎，要去杀熊啊！什么艺人说什么他房间有问题，是艺人有问题，对不对？讲真是，你这么活泼又漂亮，你应该很多男朋友啊。对呀，我这个人很挑的，因为这样我今年遇到恐怖情人，真的很恐怖哎，就很容易遇到很多。可能是我大概才20岁的时候，我现在已经30了，他就是会那种掐我脖子勒我，然后把我整个那边都勒到就是整个都有指甲印，然后讲话都是谎话，然后呢每天都说自己多可怜，然后之后呢最后是因为我受不了他一直攻击我打我，然后呢那次我到北京工作的时候。他又打我，就后来我选择回到我的工作团队，跟我工作团队人住在一起，就还发现他躲在我的房间的衣柜躲3天，要来杀我。这好可怕！真的假的？真的，这件事都有上新闻。回到台湾跟他告他的，发现他案底这么厚一叠。对，他之前讲的都是骗人的。其实我告诉你们，他在床底下出来。太可怕了！哎，就你，他不敢啊，他不敢来。这个房间过于阴暗，所谓的阴暗，除了采光不好之外，没有光代表没有通风，对，没有通风代表缺氧。一旦缺氧没关系，我冷气。其实我是有冷气可以滴，有在热，有在热的。我跟你讲，为什么？因为这个是因为这个房间里面你不会有什么，你到一个地方感觉冷的时候代表有鬼，你这地方很热，代表它人气是有人气的，它的概念完全正确。对，阴暗，暗而不明，而且潮湿、阴暗。我这是有会热的，虽然它这个是人气满满。它就是用科技的方式，虽然暗，它用这个壁灯。有没有哈？给自己创造亮晶晶的感觉，像钻石一样的。基本上你已经用光源来补它是可以的，就麻烦你一定要把这个桌子如果移过去的话，会加分到。那这移过去吧，那我的这边都要除到移撤掉了吧？老师只要解释风水面就好，因为我们真的。我们节目在新的这一季啊，就是想说让你可以轻松一点哦。对，然后所以我们会从你的主持费当中扣一些钱。钱是那个。对，我刚刚其实看到这是假钞。钱嘛，给你，这是假钞，我给你一些小费，小费啊。谢谢。给你一些啊。我要。这去夜店是这样撒的，你知道吗？这样假装自己是老大，这样撒的。等一下，给他2位打扫的，我的一点心意。对，今天有打扫的重点了。我们今天还特别请到超厉害的，就看到这一切，他觉得说哇哦，我的挑战来了，我们的整理顾问，我们何老师，欢迎。老师脸有点歪耶，怎么办？不会，老师应该是见猎欣喜吧？还有2个帅哥哦，帅哥在后面。哎呦，帅哥小鲜肉哎，怎么样？为什么你笑开怀啊？
所以这两个是陪睡的吗？还是？那个你们后面谈，我们前面前面只有谈到说帮忙整理。我们是万中选2的，真的吗？这可能要这就给他们少个晚上睡一个觉多少钱？我想问一下何浪老师，这个对你来讲有难度吗？今天其实我蛮多委托人都是这样，然后我刚走进来的时候还踩到他的鞋，高跟鞋，差一点点摔跤。那想问一下巧巧今天会想要做什么样的改变的？其实我自己觉得这样非常的好，我觉得这样做蛮舒适的。其实他舒适，他没有想改变。我觉得应该给他另外一个选择，也许我们把它做一个改造之后，他会觉得更舒适。对，其实以整理的概念来讲啊，它这样子的物品量跟它现有的收纳空间已经完全就是不对等了。所以如果大部分的人啦，比较喜欢的居住空间会是物品要等于这个收纳空间，甚至是少于嘛。那现在这样看来，其实已经可能是2倍之多。大人穿小衣服，对，有点这样子的状况。因为没有办法，因为我东西一定要放在这，我看得到，我才心里会安。你知道吗？自己宝贝的东西一定要看得到。我相信你要出去 party 的时候，你一定很多衣服你自己找不到，是不知道它在哪里，对不对？对，就是找不到，基本上找不到。最好找新的，我就眼睛逛过去，想的人就一边吃东西一边想我今天要穿哪件。啊，好累，再休息一下好了，再起来再想想，再休息一下。找不到就买新的。对。好，没关系，我觉得今天我们有专家，我们就交给他们。最无法忍受抢房间的地方是。整间呢？你在说什么？这需要问吗？因为那个是地无三里坪，就是走进去是，你知道各种醒杯啦、宝贝的那种，就是整个鞋子，对，那已经走不进去的一个房间。他的床，因为我不知道他到底要怎么睡觉，就是他的鞋子应该把它包覆起来，然后那个衣橱该有的布把它遮一下，这样看起来会比较整齐划一。好，强强想问一下，就是你会觉得房间这样子的状况有影响到你的生活吗？其实我本来就是一个就是怎样都 OK 的，但是听刚老师那样讲完，可能或许有一点影响，想说能够你都做什么样的改善？因为我们在做整理屋子之前，一定要经过委托人的同意。哦，是。所以想说，我们今天做一点微调就好，然后也不要逼你丢太多东西。对，不要。他完全听得出来，我的心肝宝贝。对，有很深的感情。那我们今天这样子，就是看有没有办法把你床上这些干净的衣服啊，全部都回归到衣橱里面。真假的，这是很大的问题哦。对，但就是我们可以调整一下，就是挂的方式啊，或是一些折的方法这样子。然后再就是你前面桌面上这些，还有满地的鞋子，我们可以归位的归位，然后过量的物品，看你今天可不可以做一点点的筛选。可能要淘汰掉一部分啊，比方说完全都没有用的啊，或是以后可能也再也不会用到的东西，甚至有一些损坏的，我们今天可以把它先挑出来。好，这样好吗？好，那怎么做？好，那我们第一步先处理床上这些衣服好了。就是你现在看到里头有空间可以吊挂的，我们先吊挂回去。然后你下面的那个位置，看能不能够把旁边那些你已经用直立式折法了嘛，所以我们把它等下找一个篮子，全部都收进去，这样。然后你床上也可以看一下有没有埋在下面，根本不太会穿的，就直接可以取舍掉了。我看哦，其实都想要哎，那怎么办？好，那我现在帮你这个，好来这一袋是什么？袋其实是那种小可爱之类的。好，所以你其他地方都没有小可爱了吗？也还是有。哦，那你其实应该要把同样类别的衣服全部都集中，这样你要找要搭配都会比较方便。好。好。那一堆呢都是休闲上衣吗？对。好，那其他地方还有休闲上衣吗？应该还有。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可能要花点时间把它们都并在一起。好。然后你再来一次做筛选。好。然后你动手吧。好，这都要，这都是我要的。这都要，全都要。刚才在整理强强衣柜的时候，有发现他很多衣服没有折就直接扔进去了，其实这样非常的浪费空间。所以呢，我们像一些比较不会皱的衣服，可以采用直立式的折法。比方说，像以这个上衣来讲，可以1/3这样折过来，这边也1/3过来，然后到了尾巴这边之后，可以这样子。再这样，然后让它直接进到抽屉里面，或者是说利用这样子的收纳盒摆好之后，可以放到吊挂区的下方，充分去利用空间。好，那我们现在来处理一下满地的鞋子，我觉得你筛选一下有没有可以。其实都是我要，因为我超爱穿买鞋的，我现在还觉得买不够多。你看我的鞋每个都是很有特色性的，你看还有绑带的，我都觉得很有魅力，这样漂亮。
都是我的宝贝。你有没有任何鞋子穿起来脚会很痛？没有，再痛都要穿，再痛都要穿。没有，或是完全没有场合可以穿？没有。那我们等一下先试试看，它能不能全部都回到鞋柜。好。真的有摆不下的部分，可不可以筛选掉几双这样子？很难。我觉得他们长得很像，这两双都不一样的，选一双好不好？完全不一样，不行。选一双可以吗？选一双。好，这双不要，这双要，这双要。我觉得很难过。好，那我们现在看这张桌子，因为它其实有点挡到你的走路的动线哈，它有点拥挤，所以我们等一下看能不能把你这些化妆品尽量都集中在这一区，那你可以做一些筛选，因为真的量太多了。可以啊。还有一些没有什么必要的杂物，也可以一次做淘汰。我觉得都想要我没有办法挑出不要的。可是如果你今天想要有一点改善的话，这样子的物品量其实是没有效果。做一点点取舍。好，你可以把一些就是基本上想不太起来的东西，你现在如果有看到，想说怎么它会在这里的这一种物品，就可以这个吧，可以不要了。断舍离的时候最困难的点是什么？我没有办法去丢掉那些东西，所以我无法做得到。对，所以他们可能会帮我做这件事。但其实对于这种房间很多东西，就是看到这种东西被清掉，其实那种心态很纠结，非常非常的痛苦，就可能需要点时间去习惯。强强房间最难整理的地方，为什么？最难整理的是强强本人，因为他是那种很典型，需要被很多物品包围才会有安全感的人。那其实像这样子的人，在我的很多个案当中都有遇过，所以要去跟他沟通这一块，我觉得会需要下一点功夫。主要就是因为他的物品数量跟他现有的收纳空间比较起来，已经超量很多倍了，所以我们刚才必须要经过他同意去做一些大量的筛选。所以让物品跟它的空间至少是要到对等的状态，才会呈现像现在这样比较舒服的感觉。再来就是它很多的东西没有分类确实，然后放置的方式也相当的混乱。比方说它的化妆品刷具很多，可是其实我刚才在它的梳妆台桌面看到很多的东西都是覆盖很厚的灰尘。所以这种状况它其实也会很难打扫，我是不太建议这样做啦，因为会影响呼吸啊跟一些身体健康的问题。不得了啊！太多了，这些都是要丢掉的耶，很夸张哎！你知道你们丢这些东西多少钱？是吧？不要想那么想丢，是不是？你一定要断舍离，后面对后面才会赚更多。所以何老师这个是确定就是从他房间拿出来的吗？对啊，小条天超棒的，他下定决心就是要跟这些痛定思痛的。现在看不出来可以清这么多东西出来，那你 ready 了吗？你想看看你的房间现在变怎样？好，看一下，很期待。那你会不会习惯？好吗？好 ，OK。杂乱卧房大改造，游民屋瞬间成仙境。很夸张哎！你知道你们丢这些东西多少钱？是吧？不要想那么想丢，是不是？你一定要断舍离，后面对后面才会赚更多。所以何老师这个是确定就是从他房间拿出来的吗？对啊，小条天超棒的，他下定决心就是要跟这些痛定思痛的。现在看不出来可以清这么多东西出来，那你 ready 了吗？你想看看你的房间现在变怎样？好，看一下，很期待。那你会不会习惯？好吗？好 ，OK。哇，太夸张了啦！真的很夸张哎！哇！我有看错吗？怎么可能变这样？这太熟悉了吧！太厉害，太厉害！哎，这才对啊！这无法耶！这才对，我还是有很多东西感觉才让我觉得心里比较安呢。但是我们还不能这么的早习惯。哇，何老师真的很有办法哎，把刚刚那一间垃圾煞全部都换掉。垃圾讲游民屋了。游民。哎，什么没有看不起的意思，就是要改进。OK 啦，这起码的东西就是蛮宽敞的啦。还喜欢吗？对。哦，要习惯，要花点时间去习惯。有点怪怪的。对，要花点时间习惯。空间有点多。太多了。要不要你不要
2-3天，我喜欢被包围的感觉，真的。可能2-3天之后又变回原来的。可能1天之内。对，我们1个礼拜之后再派小鲜肉来检查。好的。对啊，但我觉得今天至少我觉得看到强的家里面啊，其实是少一点点人情味、温馨的感觉，但也没有他讲的那么夸张。对，那风水煞气的部分，其实老师讲起来也是蛮简单的，都可以解决。我觉得都已经也没有什么臭味，也没有杂乱无章，非常非常的整齐划一。当然，你的好桃花应该来了。哇，这超重要的。对啊，房间整理干净，桃花就来了。可以祝福啊！谢谢，我好多个哦。哇塞！在改造前，强强的房间不仅床上、桌上、地上堆满衣服、化妆品和外出鞋子，导致热射煞，影响感情运势。经过收纳达人的改善后，空间变得宽敞又明亮，相信一定能大大改善强强的桃花运。强强家中最大的风水问题，我觉得是穿堂风进来之后，客厅很多个门，虽然他们家养狗，可是狗很干净，这问题没有。然后他们家整个来说就是没有财库，所以赚太多也花得多，可能是买房子存起来吧。觉得强强房间可以维持多久？虽然我跟他不是很了解，我不是很认识他，但我相信应该2个小时就会恢复这个样子。因为他刚刚看到成品的时候，他看到房间干净的样子的时候，我可以看出他内心有一点点焦虑，有点怪怪的。对，要花点时间习惯。空间有点多，太多了。他觉得说这样怎么睡？不会吧？我觉得他其实不太能接受我们帮他做的改造。对，所以我相信很快的时间，可能2个小时有点夸张啊，但我觉得不到2天，应该他又可以找回他自己的自在。我觉得只要他化了1次妆之后，全部就毁了，因为他的那个化妆的给息太多了，然后什么粉刷啊一大堆，他只要开始化，那东西就会开始乱丢。应该很快就会回到我自己本身习惯的方式了，应该1个礼拜以内，我觉得啦。会这么长？可能更短，我希望维持1个礼拜。